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5月4号，视频来聊一下，预测一下比特币牛市会涨到2025年吗？利用这一个 CM 威廉指标月线里面的一个形态，跟我那一个威廉指标也是有一点像啊。这个指标月线里面是用的非常的爽，每一次只要有出这种绿色柱状的时候，底部应该就是底部。那或者是还有哪一些知识，包括昨天有聊到的。如果大波段的交易者其实根本就不会输钱，只要看周线里面这一个哈根 IC 指标，历史上每一次哈根 IC 只要它泛绿的位置突破的位置，你追进去不会输钱啊。所以现在整波牛市就是开启，有没有可能会涨到2025年？这里面还有哪一些知识，包括整个日线以及短线比特币目前收敛三角的形态。昨天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。其实还是在震荡啊，有可能就是下一步美联储不一定会再加息了。购买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聊一下月线比特币这一个 CM 威廉指标，是这样子哦，在历史上，比如说2015年，它只要一波跌幅比较深的位置。可以自己去数月线里面的 K 线，如果能跌个7到6根，后面就要开始每天去盯盘，一定要非常的兴奋，因为如果是跌了7到8根，或者甚至10根以上，有看到这种大长 K 暴跌的 K 线，买点都是在这种大暴跌的位置，因为这么好的东西要抄底的话，就是等这种暴跌，别人在恐慌，别人在高位买的，等到这种暴跌的位置被下出去的时候，才是我们的进场点。然后它也是足够给了9个月的时间，就是这个底部的位置，它是足够给了9个月的时间，就是威廉指标在非常非常高的超卖区，足够给了时间，想怎么买就怎么买。包括2022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一样，这上面跌了7到8根，或者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算，都是一个整理的区间。然后到低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暴跌的 K 线，这种就是我们逆向操作抄底的一个点位。别人在高位在那边贪婪，在那边兴奋，觉得比特币要涨到，当然未来我个人是觉得10万100万都是有可能，只是有时候风险是涨出来的，时间跟空间你要在对的时间跟对的空间做对的事情才会有利润啊。所以就是看这种时间跟空间，跌了很长一段时间，1年多。第一根这一个威廉放出来的时候，底部足够给了很长的时间，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4个月、5个月、6个月，这边是8个月。那现在突破上来的话，牛市就是牛市啊，很多指标都可以进行抄底，就看你敢不敢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，也是月线里面它跌了接近8根或者是9根的 K 线。有看到这种大暴跌的 K 线，就是很重要的有散户或机构在恐慌杀这一个比特币底部的位置，该抄底的话还是要抄底。这个位置它就放了6根啊，底部的一个区间足够时间给我们去买入，所以买完的话，现在也是一样，去年的底部买完的话，尽量给我持有住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它这个 CM 威廉指标，在历史上上一次的底部跟下一次的底部，也就是整波。从上涨到一个底部的回撤，它这里面从柱状开始，底部放出来以后放了9到8根，放完以后底部就是底部，突破的位置是在这一根也就是这一根的位置，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到下一次底部的时间，它这边是1120天左右。然后19年呢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，就是在这一根开始这边。不再印出底部的一个柱状，就是它已经突破完以后，它后面上涨的时间接近下一次底部的时间，这边的时间也是有参考性，接近1150天左右。所以目前如果我们从这一根突破，就是这一根突破开始计算，到下一次的熊市，有没有可能在2026年2月份的时候，到时候会不会有下一次的底部？比特币涨到高位以后，会不会有一个回撤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周线比特币它这个哈根 IC 指标，这里面有很多时间可以参考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自比特币2022年或者2023年这边
底部的基础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稳哦，包括也是有跟大家讲，这边是有一个大头肩底的形态，而且时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历史还有很多参考线，比如说周线里面，你如果是大波段交易者，它只要跌破周线的这个哈根阿西放红的时候，就给我一路做空，这边是走空了周线里面55个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的一个位置，也是有高度的参考性啊。熊市它这一个哈根阿西在周线里面放红的这根 K 线，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，可以看一下，也是56个，所以参考线是非常的高啊。就是看到周线里面，如果哈根阿西放红 K 放了55个，有可能底部就是要开始突破了。接近50根或者是40根左右的时候，有看到这种暴跌的 K 线，就给我大胆的去抄底。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如果计算到这个位置，或者是来到这个位置，其实也是接近40根左右，还有这种低点，该买也是要买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它牛市这个上涨的周期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，比如说19年的这个位置，第一根突破绿柱放出来以后，它到下一个顶部高位，就是这边绿 K 线破位的位置，这边时间大约是770天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，比如说2015年整个底部整理完，它后面突破完以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一个哈根阿西有放过红 K 吗？从来都没有，每一次压回的低点都是买点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的时间也是800多天，从周线里面首次放绿 K 的时候到这一个顶部高位破这一个绿 K 的位置，大约是在854天。包括这个位置2012年也是一样，周线里面历史上没有几次啊，基本上底部有整理完，只要一突破整个周线的这个绿 K， 从来都没有转红过，它也是700多天。所以那我们就取一个中间值，未来如果比特币上涨到700多天，从周线里面的这个哈根阿西我们去观察，从周线里面这个哈根阿西放绿的位置，700天会在哪一个位置啊？我们不一定要等到800天，差不多在2024年底的时候，到时候可能就要谨慎，有没有可能比特币会涨到很高很高的位置，也是时间的高位，到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啊，日线目前是有一个收敛三角的形态，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要马上往上去突破，个人还是偏向有可能这个位置会震荡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它这个丝绸线，其实最近也是跟大家讲，尽量只能低吸啊。比如说这一个区间的位置，上一次2根 K 线，这个位置跌到27.8K 的位置，包括这个位置低点也是撑住。那短线动不动一会儿突破了这个4个小时的丝绸线，一会儿又跌破这个丝绸线，一会儿又突破这个丝绸线。上面的压力，包括这几天也是跟朋友们讲，我不看上面的一些压力，因为整个中长线，如果我们去观察底部的支撑是基础打得非常的稳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日线比特币目前的形态啊，它这个20MA 目前是向下的，短线还是会有下牵引的作用，所以这个位置突破20MA 是不是有效突破？最好是能再来一根，量能必须要跟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，前面是有跟朋友们聊过，它有2个支撑位啊，就这2天有一些利润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还是一样，就是前面的这个矩形的平台，我是选择在这个位置开以太坊的多单。它如果真的有再压回这个位置，到时候要再网格再开一笔，包括这个狗币也是一样，目前也是有一笔多单在里面。反正就短期就观察吧，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，它也是这个 N 型高点这个位置有一个支撑区，然后还有一个支撑位是在这个位置啊。反正就2个支撑位，这个位置如果它真的要再下去，也是选择看要不要在这个位置再补一笔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门的 YouTube。